航班 AU2888已提前到达天桥市。为了实现妈妈的舞台梦想，我隐姓埋名，在国外学习舞蹈10几年，拿遍所有大奖。现在学成归来，我也该做回自己了。喂，爸，我回国了。太好了，青玉，正好你妈妈去世前设计的舞蹈服，我让沈氏集团旗下最好的店铺做出来了，我这就叫人给送回去。好，我就在商场附近，我自己去取吧。我想第一时间看见那件舞蹈服。好，我这就把衣服的式样和编码发给你。爸爸也想尽早看你穿上舞蹈服，相信你一定和你妈妈一样，在舞台上大放光彩。好。青韵看到那件舞蹈裙，肯定会高兴的。那件事儿，她应该也会同意的吧？青韵啊，爸爸有件事儿，想听听你的意见。爸，您该不会是谈恋爱了吧？我和你温楚仪阿姨已经相处很久了，当然没有你的同意，我一直没有答应，连家门都没让她进。楚仪她人很好，心地善良，身边还带着一个女儿，和你一样是学舞蹈的。爸，我知道您一直不再婚，就是怕后妈欺负我，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，您可以不用再有所顾忌。晚上叫温阿姨和她的女儿来家里坐坐吧。青玉，你愿意见他们？如果温阿姨真像您说的那样好，我肯定会接纳的。好，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。明川，真的吗？青玉，你见我？是他刚从国外回来，一定要跟青韵打好关系。放心吧，明川。妈，是不是只要沈青韵一点头，你马上就能跟沈叔叔结婚？那是当然了，到时候你就是沈家大小姐。太好了！之前听沈叔叔说，沈青韵也是学舞蹈的，我们去楼上给她挑一件舞蹈服吧，投其所好，肯定能拿下她。讨好沈青韵，我嫁入豪门就是板上钉钉的事。那您见过沈青韵长什么样吗？我只见过她小时候的样子，至于她现在什么样，等明天进了沈家的门，不就知道了。再说了，豪门的千金小姐都气度非凡，就算在人群中，我肯定也能够一眼认出。明明是你挣的我好吗？你知道我的衣服有多贵吗？都被你的咖啡给弄脏了，你必须赔我。算了，苗苗，你看他穿的一身地摊货，像是能赔得起的吗？衣服妈再给你买，我们现在办正事要紧。但愿我爸遇到的不是这种蛮横无理的势利眼。好看啊，小姐，这是其他顾客的定制款。什么定制不定制的，只要我沈家大小姐看上的，就是我的。妈，这件好漂亮啊！是啊，好看，像为你量身定制的。那我就要这件吧。淼淼啊，妈刚才看了一圈，发现就这件裙子最衬人气质。所以交给沈青韵吧，你呢就先委屈一下。凭什么？是我先看上的。妈追了沈明川这么久，就是因为沈青韵，她才一直没有松口。所以这次去见沈青韵，一定要把握好机会，好好巴结一番。这款高级定制就是妈妈嫁入豪门的敲门砖。那你以后要给我买更好的。好，等妈嫁进沈家，整个商场都会是你的。那好吧，给你。来人，
把这件裙子给我包起来。抱歉，女士，这件不卖。东西拿出来就是卖的，说不卖，无非就是嫌钱少。我出3倍价格，让你那些狗屁客户再多等2天，多出来的钱就当是我赏他的。这是我的裙子，我不卖。是你？你跟着我们做什么？商场又不是你们家开的，什么叫我跟着你？还有，你们为什么拿着我的裙子？你的裙子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你浑身上下加起来也买不起这裙子的1颗钻。我买不买得起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裙子就是我的。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裙子是你的？我有照片，还有什么狗屁照片？我不信！你凭什么摔我的手机？就凭我有的是钱。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，谁有钱，东西就是谁的。穷酸鬼！妈，我们走。不许走，把裙子还我。这件裙子我出了3倍的价格，它就是我的。谁稀罕你的钱？我要我的裙子，这是我妈妈为我设计的。把裙子还我！居然敢抢我的裙子！你放开！撒手！我的手！妈，这个贱女人敢打我！你居然敢打首富沈家的千金！你找死！首富沈家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沈家什么时候又多了1倍千金啊？你个乡巴佬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首富沈明川的太太。首富太太？你是温楚仪？既然知道我的身份，那就该知道，我弄死你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。识相的就赶紧给沈家千金道歉，然后滚出去，永远不要再让我看见你。这就是我爸口中温柔体贴的温楚仪，还有他心地善良的女儿。没想到竟然是这样嚣张跋扈、仗势欺人的坏女人。我是绝对不会让她跟爸爸结婚的。听到了吗，死贱人！赶紧给我道歉，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凭什么道歉？明明是你们抢我的裙子。我告诉你，这件裙子可是我要送给沈家大小姐的，耽误了时间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这本来就是我的东西，用得着你送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这种蛇蝎心肠、品行卑劣的人进沈家的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居然敢对我大放厥词！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耽误我嫁入豪门，我要了你的命！好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沈明川的女儿，你要讨好的沈清韵。你说你是沈清韵，你知道沈清韵是谁吗？你个土包子，还想冒充沈家千金来唬我？沈清韵是首富沈家的大小姐，从小在国外长大，气质非凡，高贵优雅。是你这种穿便宜货的乡巴佬能冒充的吗？依我看，你说你是沈明川的女儿，应该是那种费尽心机给别人当小三的女儿吧？你居然这样揣测我和我爸的关系？怎么？我实话实说，你敢做不敢当啊？也不知道清月衣服拿到了没有，打个电话问一下。还想打电话求救？拿来吧你！哟，这又是你哪个秦爸爸给你打的电话呀？看来你秦爸爸不少啊！还给我！怎么，你这手机是有多见不得人的东西？看看还不行了？你和沈明川的合照，贱货！你居然敢勾引我老公！难怪他敢抢我们衣服，原来是勾引沈叔叔的贱人。怎么不接电话呀？
难道是出了什么问题？叫商场经理去看一下。张经理，你居然真的敢勾引我老公！温楚仪，你敢这样对我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打了你就受着，最好直接回来，省得你以后勾引我爸。温楚仪，这件事要是被沈明川知道了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居然还敢用明川威胁我！你个小三，凭什么敢对正牌夫人嚣张？你还没进门呢，就这么嚣张了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要是没有你这个穷酸货阻拦，我早就见到沈清月，给他留下好印象。我说过了，我就是沈清韵，沈明川的女儿。好啊，还不死心是吗？我现在就给明川打电话，看他是认我这个老婆，还是你这个小贱人。楚仪，明川，怎么了？爸，爸。楚仪，你那边是什么声音？你在哪儿？我在咱们旗下商场呢，我在给青玉选礼物，遇到一个土包子，他竟然要抢我给青玉买的东西。什么？竟然有人敢抢我女儿的东西！我绝饶不了他！我现在就过去。好啊，那我等你过来。正好，我刚才害怕青韵在商场里出事，已经让商场经理过去了。青韵也在这里？对，你如果正好碰到他，记得保护好青韵。有我在，你就放心吧。来人，备车出发。没想到董事长居然亲自打电话过来，我一定要在大小姐面前好好表现。听到了吗？我老公说了，等下就过来收拾你。脏死了！哎呀，快用湿巾擦擦手，这种野丫头身上不知道有多少细菌。温楚仪，你们一定会后悔的。只要有我在，你们永远也别想进沈家的门。好呀，居然还敢诅咒我，那你就去死好了！大小姐，张恒，张经理，大小姐，夫人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来买衣服。张经理，快把这个贱人给我丢出去！他要抢我衣服！什么？你敢抢温大小姐的东西？找死！去！这女生为什么眉眼跟董事长那么像？张恒，你连我都认不出了吗？啊？你是亲……张恒，你跟他废什么话呢？难不成你跟他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？那没有。张经理，我可提醒你，沈清韵就在商场里，要是遭了沈家大小姐的眼，赶紧把她扔出去。清韵小姐也在这儿？是啊，要是等下被沈清韵看到这么血腥的场景，这商场经理你就不用干了。一定是我看错了，她绝不是清韵小姐。以董事长对大小姐的万般宠爱，这两人绝对不敢这样欺负清韵小姐。哎，好，我这就把她赶出去。你放开我，松开！我的裙子，真恶心！别碰我的裙子，我的裙子！这是我爸爸为我定制的，上面还有编号2002-0512，是我的生日。这串编号竟然是真的！这串编号竟然是真的！妈，你看，这上面正是穷酸鬼说的那串编号。你说他不会真的是沈清韵吧？不可能，他绝对是蒙的。妈，怎么办啊？这高档面料肯定很难清洗。这裙子可是我讨好沈清韵的关键，这一切都被你这个贱人给毁了。我说过，我就是你们要讨好的沈清韵，有我在，这辈子都别想进沈家。
你这个贱人，居然还敢叫嚣！你刚刚拽裙子用的是这只手吧？你用这只手坏了我们的好事，干脆就废掉吧！你要干什么？你竟然敢推我的女儿！我现在就让你付出代价！你不是想要这条裙子吗？反正也已经送出去了，干脆那就谁都别想把它给我送！不要！不要！你不能撕它！这是我妈妈为我设计的裙子。你不是想要吗？那就给你好。我的裙子，我的裙子。都破成这样了，还当个宝贝？你也就只配拿个垃圾了。张恒，赶紧把他给我赶出去！要是等下脏了沈清韵的人，我饶不了你。是。你不要碰我的裙子！这是我妈妈为我设计的裙子，你们毁掉了我最重要的东西，我恨你们！就是你毁了我妈妈送给我的裙子，是你毁了它，你赔给我！你个贱人，放开我，你再松手！你赔给我！这个贱人要杀死我，绝不能饶了他！给我打死他！你们在干什么呢？你们在干什么呢？沈叔叔，您是专门来给妈妈撑腰的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明川，你可算是来了，就是他，把我送给青韵的见面礼给毁坏了。我不是让你来保护青韵的吗？青韵人呢？我不是想先教训完这个女人，就去找青韵吗？都是你这个贱人，不仅弄脏了我妈给姐姐的见面礼，还耽误了沈叔叔见女儿。你等着吧，沈家不会放过你的。够了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找到青韵在哪里。啊，那我们赶紧去找找。秘书说青韵的手机定位就在这家商场，我再打电话试试。好，那你打电话问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沈总，是我的电话响了。张恒，这么重要的时刻，你打什么岔？还不快滚一边去！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不好了，沈总，保卫处说商场3号门有人闹事，好像有一个大概20岁的女孩被打伤晕过去了。什么？明川，你刚才说青韵的定位就在商场，要不我们去那边看看？是啊，沈叔叔，而且张经理说这个人的特征跟姐姐很像。你们很期待是青韵吗？没有，只是这种事情谁说得准呢？我们还是去看一眼比较好。当然，不是最好，以防万一嘛。说的也是。张恒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带路！哦，沈总，这边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怎么好像听到了青韵的声音？怎么了，明川？咱们不是说去3号楼找青韵吗？赶紧过去吧。是啊，沈叔叔，那也就是个躺在地上碰瓷的贱人，没有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。现在这个时候，还是找姐姐比较要紧。好，
小姐，小姐，快醒醒！喂，是110吗？我约商场3楼舞蹈服装店，这里有人受重伤，你们快来呀！你醒了，感觉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慢一点。医生，我手机呢？你的手机被摔坏了。那我能借您的手机，给我爸爸打个电话吗？当然没问题，伤这么严重是要给家里说一声的。给你。谢谢。秦韵，爸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护士，我女儿到底伤怎么样了？沈小姐的伤很严重，不光头部受到多次撞击，手部也出现裂缝。刚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就连整个背部都满是玻璃碎片。我们光清理碎片就耗费了半天时间，简直惨不忍睹。谁这么大胆，把你伤成这样？让我知道了，我一定让他后悔出生在世上。爸，你先坐。秦韵，你跟爸爸说，到底是谁？我一定不放过他。爸，这件事情我想自己解决，我要亲自报仇。好，有任何需要，你和爸爸说。对了，爸爸，温楚仪和她的女儿来过吗？他们刚到家门口，接到你的电话，就让他们先回去了。小姐现在不在家，你们下次再来吧。一个臭保姆，居然敢这么对待沈家未来夫人！妈，你说会不会是因为沈清韵觉得我们没有带礼物，没有诚意，所以不愿意见我们？都是那个死丫头，要不是碰见她，我现在就是沈家的夫人。她最好祈祷这辈子别再碰见我，不然我让她好看。啊，秦韵啊，你楚仪阿姨是温文尔雅、与人为善的人，她女儿温淼也是乖巧懂事的姑娘。我和楚仪在一起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，我们想结婚，不知道你能同意吗？与人为善，温文尔雅，女儿乖巧懂事，这些词，她温楚仪母女俩究竟配得上哪一个？真是不知道他们给我爸灌了什么迷魂药。既然爸爸你喜欢温阿姨，我这个做女儿的又有什么可阻拦的？所以说你是同意我们结婚了？当然，只是让她温楚仪露出马脚。既然爸爸已经做好了决定，那不如晚上叫温阿姨和她女儿来家里吃顿饭吧。爸爸把他们说的那样好，我还真有些迫不及待了呢。好，都听你的。等你伤好了，我就叫他们来家里，我们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。如果你们相处的融洽，那当场就把结婚的日子定了。好啊，爸爸，我来帮你挑日子。哦，当然了，如果你担心楚仪和你争夺家产，我会在我们结婚当天宣布，你沈清韵是我沈明川的女儿，是沈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谢谢爸爸。哎，傻丫头，跟我客气什么？快，好好休息。温楚仪，你不是想带着女儿进沈家的门吗？我给你机会，毕竟被人捧得越高，摔得就越疼。我要在你最得意忘形的时候撕破你的伪装，让你狠狠栽入谷底。回来了，清韵，欢迎回家。这么多年没回家，我还真是有点想念呢，尤其是陈妈做的饭。哈哈，那今晚就让陈妈多做2道好吃的。当然没问题，只要是大小姐喜欢吃的，我都多做些。谢谢陈妈。哎呦，这孩子，您跟我客气什么呀？你这行李呀，我先给您放到房间去。清韵，今晚楚仪和她女儿要来家里吃饭，我们正式见一面。好。对了，
你妈设计的那件舞蹈服，你看效果怎么样？喜不喜欢？那件裙子已经被毁了。什么？不让商场的人马上去调那家店的监控。没事吧？我想自己解决。还有，这件裙子是您和妈妈共同送给我的礼物，所以虽然它被毁了，我也想要。好，那我让商场的人把裙子送回来。这裙子居然是董事长订的。张恒，你在这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呢？藏什么呢？拿出来！这不是我送给沈清玉的那条裙子？说，这照片是谁发给你的？是，快点说！是董事长啊，他还说，不管裙子被人弄坏成什么样，都要送回家里。怎么可能是明川？还真的是明川！妈，沈叔叔发的照片和那个土包子的一模一样，难道说那个贱人真的是沈叔叔的女儿沈清玉？那个乡巴佬怎么可能是沈明川的女儿？要我说，八成是小偷，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，想要把裙子拿去卖了。对，肯定是这样。这条裙子现在哪？我也是正好巡逻到这里，正准备问店员呢。要你有什么用？这条裙子现在哪？在后面仓库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拿！好的，女士。妈，你说裙子都被毁成那样了，沈清渊还会要吗？明川都说了，这条裙子无论破成什么样，都要送我沈家。这就说明这条裙子对沈清玉的重要性。女士，你的裙子。无论如何，我这次都要见到沈清玉。小姐，他们已经拿着裙子离开了。继续监视。陈妈，哎，怎么了，小姐？等下要是有人来找我，就让他们去书房。好。温楚仪呀，温楚仪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给我解释这条裙子被毁的事。妈，这个真能讨好沈清玉吗？当然，这可是她心心念念的裙子。可是这个衣服都破成这样了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才能更好的拉近关系。她明知道这裙子是破的，却还是想要，说明她在意的不是这裙子的本身，而是对明川的感情。沈叔叔送她这么贵的裙子，您就不吃醋吗？我吃他女儿的醋干什么？等我们结婚了，我要什么有什么。到时候我就是把沈清韵赶出沈家，他沈明川也不能说一个不字。来了来了，怎么这么慢啊？刚和大小姐说了2句话，所以慢了些。清韵也自家呀？是，大小姐交代，要是有客人来找她，就带到书房去。2位随我来吧。走吧，妈。大小姐就在里面，2位请进吧。清韵啊！死老太婆，居然敢骗我！快说，沈清韵人呢？大小姐说，家里如果有客人来找她，就把人带到书房。张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，沈清韵在这里。大小姐就说把人带到书房，其他的什么也没说呀。哦，那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大小姐在哪，连主人都找不到的狗，还留着有什么用？我现在以沈家大小姐的身份告诉你，你被解雇了。
不要啊，小姐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大小姐去哪儿了呀！滚开！别用你的脏手碰我！我沈家大小姐也是你个看门狗能碰的吗？沈家大小姐，你也配？谁在说话？又是你乡巴佬！你怎么在这里？怎么，很惊讶我会出现在这儿？你是怎么看的门？什么人都敢放进来？沈家别墅也是你能进的？还用了沈清韵的专属书桌，谁给你的胆子？这就是我自己的桌子，关你什么事？你是沈清韵？这不可能啊！鼠目寸光的人，看什么都觉得不可能。大小姐，我都是按照您的吩咐把人带到书房的呀。陈妈，怎么样？来，快起来！爸，我刚刚听见这个小贱人对着那个开门的喊妈，你说这会不会是他们两个配合起来来骗我们的？我就说嘛，一个穿便宜货的野丫头，怎么可能是沈清韵？喊这个看门狗妈，八成是母女吧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也就说明这个土包子为什么能拿到照片和编码，肯定是这个死老太婆从沈叔叔那偷来的。好啊，居然敢偷到我家来，真是找死！你干什么？偷东西偷到我家来，当然是打小偷了。温楚仪，你还敢打我？我早就警告过你了，我妈是首富夫人，你不信也就算了，竟然敢带着个保姆的妈上门挑衅，简直是找死！我就说嘛，你怎么会有裙子和照片，还知道编号？这不就很清楚了吗？母女联手，还真是好手段啊！那本来就是先生送给小姐的裙子。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吃了我们沈家的饭，竟然敢维护外人，找打！陈妈岂是你能打的？那你说，如果明川要是知道是你毁了他送给女儿的裙子，你的后果会是什么样呢？是被丢到乡下猪圈，还是如饥似渴的狼窝堆呀？要我说呀，就把他丢到男人堆里，毕竟那么喜欢破坏别人家庭，赚一堆口吧。满嘴污秽，温楚仪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你上次不也这么说的吗？我不还是好好的吗？不仅如此，我还会把这条裙子送给沈清韵，她一定会很高兴，然后就会同意嫁给你。温楚仪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进沈家。可我们现在就站在沈家书房啊！如果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以为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进我自己的家，还需要得到你的允许？你真是入戏深到以为自己是真的沈清韵吧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沈家的一条狗！我不允许你欺负我们大小姐！你算什么东西？陈妈，你们母女俩感情真好啊，怪不得能联手偷裙子呢。要不是我们抢先一步去店里，说不定还真被你得逞了。我说了，那裙子本来就是我妈妈专门为我设计的，它本来就是我的东西。还有，陈妈已经在沈家工作了几十年，连我爸都很尊敬她。你们凭什么敢这么对她？明川尊重她一个保姆，是因为她尊重长辈。你真以为她喊一声陈妈，就真是明川的母亲了？沈先生看上的怎么是你这样的蛇蝎毒妇呢？你个死老太婆，你敢骂我？你在沈家待得再久，也不过是一个下贱的仆人。等我嫁给了明川，成为沈家夫人，有你好果子吃。温小姐真是好大的口气啊！看来今晚的饭不用再吃了，以后你们也不要再笑想进沈家的门。温小姐，带着你的女儿，请回吧。你凭什么赶我走啊？我不仅要赶你们走，
我还要把你们开除沈氏集团。你一个保姆的女儿，好大的口气！温楚仪，你还敢打我？那我们不妨算一算，你进沈氏这些年贪污的钱，够你坐几年的牢啊！她一个保姆的女儿，她怎么可能知道我做的那些东西明明很隐蔽，连明川都没有察觉？妈，他们会不会是诈我们？对，一定是这样。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？我还真有证据。这些就是你在沈氏集团任职以来以权谋私的所有记录，你敢看？敢认吗？你胡说！我胡说。这些报表上面有数笔没有汇款资料的详细记录，但都清楚地记录着是温楚仪签的字。妈，这该怎么办啊？你怕什么？这些都是经过明川签字，经过他同意的。谁知道你这个狐狸精用了什么狐媚手段？那只能说明我有本事。你信不信我把真相告诉我爸？不过是一些你伪造出来的假报表，真以为把这些给明川就能污蔑我？做梦！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妈，他不会是要给沈叔叔打电话吧？她一个保姆的女儿，怎么可能有明川的电话？大小姐，把我给温楚仪准备的见面礼发送到她的邮箱，顺便给她发送一份辞退通知。辞退我？你知不知道我可是明川的秘书？很快就不是了。你真以为你一通电话就能辞退我？真把自己当沈清韵了？我妈可是沈叔叔的秘书，就算你是沈清韵，也只有沈氏集团董事长才能辞退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真的被沈氏集团辞退了？还有那些报表，我明明都已经销毁了，他怎么可能知道？哎呀，妈，这只不过是一封邮件而已。哼，我看肯定是这个疯子提前弄到你的邮箱，伪造的通知。对，一定是你伪造的。好啊你，竟然敢勾结黑客，伪造沈氏集团的文件，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？犯法？对啊。你们在商场抢我裙子的时候，有想过犯法吗？你们在商场对我实施暴力的时候，有想过犯法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像你们这种仗势欺人、毫无规矩的人，根本就不配进沈家，绝对不可能。哼，你以为你发了一份伪造的通知就能够威胁我？我告诉你，你发的那份报告已经涉及到沈氏集团最高权限，根本不是你这种乡巴佬能够搞到的。像你们这种认为根本就不可能的东西，我只要张张嘴就能弄到手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一早就告诉过你，我就是沈家的大小姐沈清韵，是你自己不相信罢了。这不可能！有一句话，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，不管在哪，我弄死你，比弄死一只蚂蚁还轻。妈，这些肯定都是这个疯女人伪造出来诬陷我们的。我陷害你了，对我有什么好处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想赶走我们，好让你那个保姆妈上位。淼淼说的对，没想到你一个保姆的女儿，心思竟然这样深沉。你们怎么就还不死心啊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看看你的邮箱吧，这些是你之前在舞蹈比赛中贿赂评委的证据，有图有真相啊！你还想怎么狡辩？你怎么可能会有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你不做，我怎么会有机会收集到这些证据呢？你说，我要是把这些证据发送给你所在的舞蹈学院，他们会不会把你开除啊？你就算有照片又怎么样？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保不准是你 PS 出来的。你们不信我说的话，
那担任这几届精武杯的评委、舞蹈协会的主席周岩呢？这些都是温楚仪、微妙母女俩让我做的。沈小姐，我真的是替人办事啊！这真的是周老的声音。淼淼，你确定吗？妈，怎么办？我不想被退学。放心，你不会退学的。你别忘了，那天在服装店，沈明川明明就在现场，却都没有认出他肯定不是沈清玉。对啊，而且现在不仅是照片，连语音都能 AI 生成。好啊你，竟然敢用生成的语音来骗我！果然，永远都叫不醒装睡的人。你不过就是利用保姆女儿的身份行骗，不然怎么可能会拿到明川送给清韵裙子的照片？哼，不就是想先一步拿到裙子，讨好沈家大小姐，最终目的不就是想上位吗？哎呀，你以为你自己多清高啊？你不过就是想爬上沈明川床上的婊子！你竟敢诽谤我！你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这种谎话连篇的造谣者！我要打死你！来人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想打我，自讨苦吃！哎，放开我！你们不是沈家的保镖吗？为什么要帮着他？我可是你们董事长的未婚妻，沈家未来的主人。你们这样对我，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在床上把他们伺候舒服，不然他们怎么可能会帮助你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儿？没想到啊，年纪轻轻的玩这么花，想必也是用这种手段勾引的沈叔叔吧？明川知道你在背后是这么下贱的东西吗？你信不信我把你跟他们滚到一张床上的事情告诉他？污言秽语，你大可以试试。我老公要是知道你这样，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好啊，那你把他叫过来，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沈明川是向着你，还是相信我？你个疯子，也配叫我爸的名字？我要是不配，那你就更不配。肯定是我老公打过来的电话。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快放开我！哼！哎，楚仪，明川，你在哪儿呢？明川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办公室。我听张恒说你把裙子送到家里去了，怎么样？见到清韵了没有？没有呢，只看到一个保姆和他的女儿。我一直和他们说我是你的未婚妻，他们就是不相信，一直欺负我，还要叫你们家的保镖把我和妹妹赶出去。家里怎么会有保姆的女孩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打了我呢。居然在我家里敢打我沈明川的女儿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。哎呀，明川，他们打我倒是不要紧，我就是害怕他们趁你不在，再欺负清韵。在我家，居然敢欺负我的女儿！我马上通知物业的保安过去。楚仪，保护好清韵，马上回去。爸，你还真是个下贱的东西！听见明川的声音就上赶贴股。你当着你妈的面叫别的男人爸，你不感觉害臊啊？那我可比不上你们两个，一个还没结婚呢，就自称夫人，另一个上赶着喊爸。居然敢这么说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沈家给你一口饭吃，你就这么看着夫人任由人欺负吗？只要你一天没进门，沈家的夫人就只有大小姐的母亲一个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明川开除你？开除？你有什么资格？你记住，你已经被沈氏集团开除了。一份作假的邮件，你觉得我们会信吗？哼，信不信那是你们自己的事，我只知道温楚仪这辈子不会再被沈氏录用，包括沈氏旗下所有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。一个保姆的女儿
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哼！只要等会儿我见了沈清玉，我就能成为沈家夫人，而你只能带着你那保姆妈滚出沈家。好啊，那我就更不能走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们等一下，不是要见沈清韵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你们要见沈清韵，肯定是要讨好她。这种好戏，我肯定要选一个最佳观赏位。你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我不走，我滚了，还怎么看你们给沈清韵当狗啊？你竟然敢骂我是狗！哦不，这种上杆子的，我们一般叫做舔狗。好啊，本来想着给沈清韵留个好印象，不给你一般见识，没想到你真是上赶着找死！你干什么？温楚仪，你快放下那个杯子！你说放下就放下。这个杯子是我妈妈生前和我一起给爸爸做的，你快给它放下！你妈妈？你妈妈还站着好好的呢，你就咒她死了？你还真是孝顺。这样普通的杯子，我能送明川成百上千个。不要！小姐，小心伤到手。陈妈，这是我和妈妈一起送给爸爸的礼物，它碎了。我知道这是您和夫人一起选的。苗苗，快过来，把它给我按到玻璃渣上，让它这辈子都站不起来。好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放开小姐！不要啊！臭保姆上一边去！妈，苗苗快，把它按到玻璃渣上。我还要跳舞，我的膝盖不能受伤，我膝盖不能受伤。还跳舞？我让你这辈子都跳不了舞！你们在干什么呢？明川，你回来了。你不是说来给清韵送裙子吗？在书房做啥？啊，裙子就在那里呢。我在书房都是因为这对疯母女，是他们带我们来这里的，还说清韵就在这里。什么疯母女？这是你说的保姆和她女儿？是啊，沈叔叔，你都不知道他们有多嚣张。这就是那个保姆女儿打的，都肿了。哎呀，明川，你可要为我跟淼淼出气呀，要不然以后我跟你结婚了之后，连一个保姆都能骑在我头上了。你要是不在家，我跟淼淼不得被欺负死。放心吧，楚仪、淼淼，敢在沈家欺负你们的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。先生，不是这样的，分明是……住口！主人说话，哪有你个保姆插嘴的份？明川，就是这个疯保姆，就是他把我带到这里的。陈妈，楚仪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。老太婆，该说什么你可要想清楚，不要因为一时的利益胡言乱语，最后白白丢了工作。少说两句。陈妈，你说。陈妈，让他们继续说。你个小贱人，刚刚不是挺嚣张的吗？又是威胁我们，还要动手打人，怎么？沈叔叔一来，你怎么不继续叫嚣了？是不是心虚怕被拆穿啊？明川，你是不知道他们母女俩刚才是有多狂啊！那个乡巴佬还做了清韵的专属书桌，还扬言要让沈氏辞退我，永不录用。何止啊，沈叔叔，上次在博悦广场抢姐姐东西的就是他。什么？就是他在店里面和你们抢送给清韵的见面礼？是啊，我本来想送清韵一件舞蹈服当做见面礼，没想到他也看上了，一上来就抢不说，还推了淼淼。是啊，沈叔叔，而且妈妈还跟他说了，这是送给沈家大小姐的礼物，但是这个疯子毫不在意。啊，对了，还有
那个青云盯着的那件裙子也是这个疯子毁坏的，而且上面沾染的血迹就是他的。毁坏裙子的居然是你！是啊，沈叔叔，就是他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拿裙子去检验。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毁坏我送给女儿的裙子，还敢出现在我家里？哼，居然还敢笑，简直不知死活，简直没把沈家放在眼里。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很有趣。陈妈，扶我起来。哎，慢点儿。爸，妈，难道那个贱人真的是沈清月？这怎么可能？青云，是谁把你生成这样的？当然是您的好未婚妻，沈家未来的女主人，还有她那个乖巧懂事的女儿。原来欺负青韵的就是你们！不是的，说，你们都干了什么？刚才还说我不敢叫嚣呢，现在轮到你们了，怎么现在变鹌鹑了？你们不愿意说的话，我可以替你们说。爸，他们不相信我就是沈清月。他之前说的竟然都是真的。完了完了，妈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别慌，明川，我和青韵之间有一些误会。青韵，我是你爸爸的女朋友，这是我给你带的见面礼。姐姐，之前都是误会。误会？你是说你们打碎了我和妈妈送给爸爸的杯子，还让我跪在上面导致我膝盖流血，就只是误会吗？什么？是啊，沈叔叔，您刚刚也说了，我妈妈平日里一向温柔体贴，您应该相信她呀。而且我妈妈肯定不知道她就是青韵姐姐，所以误伤了。但是我们出发点是好的呀。对啊，明川，我会误会，也是因为当时青韵叫那个保姆妈，我才以为他俩是母女俩的呀。我妈就是怕他们两个在家里欺负姐姐。沈叔叔，不知者无罪啊！对不起啊，青韵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温楚仪，你的一句不知道，就可以抹除你对我做的所有事情吗？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算一算，你都对我做了什么吧。青韵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们两个还对你做了什么？爸爸，这条裙子就是妈妈设计，您找人亲手制作的那条裙子，而这条裙子就是在商场被温楚仪亲手抢去，亲手撕毁了。你是说，毁坏这条裙子的是楚仪？就是在我去取裙子的那天，温楚仪动手抢了我的裙子，还将我打晕。您不是问我谁将我打晕成那样的吗？就是他。什么？那都是不小心的。不小心？你是说不小心打碎了杯子，又让我不小心跪在了上面，是吗？那可是我妻子和青韵一同为我选的生日礼物，你们一句不小心就给毁了，知不知道我平时都不舍得用？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杯子对你们那么重要，我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杯子。我明明告诉过你，这个杯子是我和妈妈一起送给我爸爸的礼物，可是你依旧我行我素，摔得干脆啊！谁让你进书房的？是他，是这个保姆带我来的，是我让陈妈带他进来的。那你知不知道这是青韵专用的书房？就算你没有来过，我是不是同你讲过？是。那你居然在青韵的书房没认出她？沈叔叔，我妈也只是不知道而已，你也不用这么咄咄逼人的吧？你说我爸爸咄咄逼人？我记得你们刚刚进来的时候说过，这个书桌是沈清玉的专属书桌。怎么，我敢毫不畏惧地坐在上面，
怎么就不能证明我就是沈清月？那谁让你一开始就跟那个保姆走那么亲近，被认成母女是理所应当。我从出生起就是陈妈在带我，我不跟陈妈亲近，难道跟你妈这种傍大款的女人亲近吗？你难道还要说我女儿不成？原本就是看我受欺负了，心直口快了些。明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到底是谁欺负谁？真当我爸看不出来？不是的，我只是觉得……你还不相信我就是沈清月，还抱有我是保姆女儿的这种幻想。温楚仪，你别做梦了。是你没有说清楚。我记得那天在商场的时候，我就明确告诉过你，我就是沈清月，而你们掩耳盗铃，仗着沈家的身份仗势欺人。温楚仪，你们到底做了什么？怎么，是不敢说了吗？我看是没脸说。沈先生，既然他们不肯说，那就由我替他们说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作为在沈家工作了几十年的保姆，你们欺负清月小姐，怎么和我没关系？明川，这就是你教出来乖巧懂事的女儿，如此目无尊长，你还好意思放纵她？明川，原本她平时不是这样的。不必再向我解释了。陈妈，快把清月扶到沙发上。是，大小姐，您慢点。沈先生，就是他们两个，仗着您未婚妻的身份，一直威胁我，还用尽污言秽语欺辱大小姐。从进门开始，便嚣张跋扈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明川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一切都是他杜撰的。我杜撰的？难道大小姐腿上的伤也是能杜撰出来的吗？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闭嘴！陈妈，快去找家庭医生，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。好的，先生。温楚仪，难道你平日里对我的温柔体贴、心地善良都是装出来的？你就是这么上门欺负我女儿的？明川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不知道她就是你的女儿啊。这是青韵的母亲生前为她设计的舞蹈服，青韵再拿2个国际大奖就能大满贯回国了。我想找人把它设计出来，当归国礼物送给她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就是不知道她会不会喜欢。这么漂亮的裙子还是青韵母亲为她设计的，你就放100个心吧，她肯定会喜欢的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等青韵回来，只要她一同意，我们就结婚。好，所以这条裙子就是当时明川给我看的那张设计稿。看来你是想起来了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明川，我真的不知道会是这样的。哼！清月，你就当阿姨把这条裙子给你送过来，给你赔罪了，就当将功赎罪。你能不能帮我给你爸爸求个情？求你好不好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替你求情？这一切都是误会，阿姨给你道歉。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你的身份。那你现在认出来了吗？知道。晚了。我真不知道那裙子是你定制的，明川，你要信我呀！哦，是吗？我怎么记得在商场那天，不仅给你看了裙子的照片，还告诉你了裙子的编号。而你呢？你不仅摔碎了我的手机，还污蔑我是小偷，让张恒将我赶出商场。不是，明川，我真不知道。那天我让你在商场里保护好青韵，温楚仪，你就是这样保护我女儿的。我没有，明川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要相信我呀！是啊，叔叔，你马上就要跟我妈妈结婚了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既然是误会，解开了就好了，也没必要闹得那么难看。够了，你们也知道是马上，我们还没有结婚，你就把我女儿欺负进医院。我现在如果还跟你结婚，
我想要再看一下清韵，是不是要去地下？爸，清韵的妈，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。我这么多年不再婚，就是害怕后妈欺负她。没想到清韵这么大了，还是被人欺负。你们凭什么认为我会放过你们？明川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当时……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了。既然你们有胆敢欺负清韵，我就让你们不得好死！你从来没有打过我，我就是对你太过于放纵，才让你今天如此跋扈。我给你钱、权，让你接触上流社会，可是你呢？你踩在我女儿的头上，随意欺辱、打骂她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明川，你认识我这么久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你，还有你的好女儿，今天我是看得够清楚了。就算沈清韵把真相告诉了沈明川，只要我咬死不承认，谁都拿我没有办法。我真的不知道她就是清韵，也不知道那条裙子就是你专门找人定制的呀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肯定不会这样做。明川，你要信我呀！沈叔叔，我妈当时看上您定制的那条裙子，也只不过想给姐姐送最好的礼物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们也只不过是想讨好姐姐。你们所谓的讨好，就是把清韵打得遍体鳞伤，在医院住了大半个月，真是别出心裁的见面礼啊！明川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知道那条裙子是你找人制作的。哼，温楚仪，你敢说你不认识这条裙子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当时听到他报出裙子编号，我以为是他在抢裙子的时候无意间看见的，我以为他是小偷来着。是啊，姐姐当天穿的也是相当朴素，也不像是能买起那个裙子的样子，所以我们没认出来，也是情有可原啊。是啊，明川，有句话不是说宁杀1万也不放过一个吗？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咱们家商场考虑啊。我穿的朴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那条裙子是法国大师亲手制作的，那是你们狗眼看人低。所以说，我们连姐姐衣服牌子都没看出来，怎么可能认出来是沈叔叔您定制的呀？沈叔叔，你要是提前告诉我妈妈，我们肯定就早早的送过去了。我现在倒是感谢你们没有早点来，这样才能让我看清你们真正的面目。这条裙子温淼没见过，认不出还说得过去。温楚仪，难道你也不认识吗？明川，看什么呢？你来的正好，你看这件裙子怎么样？好漂亮的裙子啊！明川，你这是为了庆祝淼淼考进顶级舞蹈学院，专门找人为她设计的吗？她一定会喜欢的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清韵，那天的伤，你好些了吗？如果没有你们，我只会更好。那就是已经痊愈了，对不对？说明我们那天也没有弄得特别严重。能不能跟你爸爸求个情，就看在我们给你送裙子的份上，他最听你的了。怎么，听你的意思，我现在能站在这里，还要感谢你不成？不是的，姐姐，我妈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是什么意思？把我打到住院半个月，还要我替你们求情？你们的脸面可真够大的。清韵，你是知道的呀，我能不能跟你爸爸结婚，都是看你的意思了。只要你能原谅我，明川肯定不会追究我的。原谅你，然后同意你进沈家的门，让你们母女2个联合起来欺负我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清韵。我跟你爸爸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怎么也应该有个好结局。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。是啊，姐姐，我和妈妈也只是想有个家能依靠。我只知道，我不是受虐狂。沈清韵，你别太过分。我过分？我还能有你们过分？
在我有证据能证明裙子是我的时候，你们不仅动手打我，还撕毁了我的裙子。在我能站在这里的时候，你们造谣我是因为陪睡才能受保镖的庇护。你们居然对秦月说了如此污秽的话！我们当时认为她是保姆的女儿，不知道。你敢说我没有告诉你们吗？你们非但不信，还想以沈家人的身份开除陈妈。陈妈在沈家的时间，连我都要尊敬3分。你们竟然如此怠慢她，真是不知死活！明川，这一切都是个误会。又是误会，你在沈家的误会还真是多。那既然都是误会，那我们来说一说你在沈家工作这么多年，以权谋私、贪污沈家钱财的事吧。以权谋私，贪污钱财。温楚仪，你究竟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明川，你就那么不相信我吗？沈叔叔，我妈给您当了那么多年秘书，从来没有犯过错，您这应该是知道的呀。就算是我们正式谈恋爱，我也始终保持低调，没有让公司任何人知道，也只是为了你的脸面。沈叔叔，我妈跟了你这么久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。还真能演。沈清韵，你在国外待了那么久，是我们一直陪着沈叔叔。那又怎么样？正常的恋爱关系，我们沈家是少你们吃了，还是少你们穿了？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照顾沈叔叔，你不但不领情就罢了，还在这冷嘲热讽。你们难道还奢望我敲锣打鼓引你们进沈家的门吗？你记住，只要有我沈清韵在，这辈子你跟你妈都别想进沈家的门。你又做不了沈家的主，你大可以试试。爸，我在住院期间检查了沈氏集团近几年的项目，发现只要有温楚仪签字的账单，或多或少都有回扣，算下来至少1个亿。1个亿啊！温楚仪啊，温楚仪，你胃口倒真不小啊！明川，我都是走的正规程序，那些项目可都是你签过字的。我说我每次签字的时候，你都分散我的注意，原来是为了给自己谋私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是相信你啊，才把项目交给你。你倒好，回口都吃得撑不下去了吧？我没有，真是贼心不死啊！爸，这是温楚仪近几年贪污项目款的证据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这一切不过是你伪造出来的，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污蔑我，你不就是想让明川看不起我，让我进不了沈家的门？这又怎么样？我最终的目的就是将你从沈氏集团和我爸的身边赶走。你个蛇蝎毒妇！我只看重结局，你管我的手段有多狠毒？明川，这些项目报表我都是走的正规程序，我真的没有贪污。哦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冤枉你了？啊，是啊，清韵，你这么多年在国外，一直学的是舞蹈专业，对公司的业务不熟悉也正常，你肯定是搞错了。如果我说这些证据是董事会的其他成员提供举证给我的呢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肯定是他们搞错了。温楚仪，你说我不懂公司的业务，我不反驳，但是董事会共同收集的证据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原来这么多年，你瞒着的人只有我，是我识人不清，不但让你伤害了清韵，还以权谋私贪污上亿元。我没有，明川，我现在在你身边那么久，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？你不想承认的贪污，最后肯定会有法律制裁。但是，你对我做的事，你敢说一句没有吗？我是真的不知道你的身份。温楚仪，你在我身边装温柔，背着我却以未婚妻的身份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。我看你看上我的只是身份吧。明川，你弄疼我了。疼？那天你们打清韵的那个样子，他有多疼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来人！
是。然后是商场安保部，要是3个月前服装店的监控一并交给警察，我都慎重。秦月，钱是爸爸有眼无珠，识人不清，看上了温楚仪这样心肠狠毒的女人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爸爸，跟你没关系。遇到他们母女俩这样光辉伟胄的，是谁都会看走眼。爸爸向你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就算是为了你，爸爸愿意。爸，你不要因为他们今天这样的事情，就失去了再次爱人的能力。我知道，过了今天之后，您会心存芥蒂。您不用担心，就像我说的那样，我已经长大，您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可是爸爸不想再给你添麻烦。爸爸，你对我来说怎么会是麻烦呢？擦亮眼睛就好。妈妈给我设计的那条裙子，您能联系，再帮我做一件吗？当然没问题。现在爸爸会找最好的医生帮你治疗。我相信爸爸。照这样下去，沈清韵肯定还是不会同意妈妈嫁给沈明川。她肯定是害怕我们会跟她争夺家产，虽然不甘心全都让给她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稳住沈清韵。我知道姐姐你担心什么，你是担心我和妈妈到沈家之后会抢夺你的东西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们绝对不会抢夺沈家的任何财产。是啊，清韵，阿姨只是想和明川有个好结局，绝对不会贪图沈家任何财产。你们说的倒是比唱的还好听。你们口口声声说不贪图沈家的钱财，但却还在未进门的时候以沈家的主人自居，在沈家旗下的商场耀武扬威。怎么，你们得意的时候就没有想过东窗事发的一天吗？温楚仪，你以我未婚妻的身份干了这么多坏事，凭什么以为秦韵会原谅你们？明川，你就看在我是你女朋友的份上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又凭什么认为我能原谅你们？沈叔叔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好不好？你们真是坏事做尽！温楚仪，你在商场将我打成重伤，已经构成了故意伤害罪。你们不妨猜一猜，你需要进去坐几年的牢？坐牢？妈，怎么办？不行，我不能坐牢，我不想坐牢。清远，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我真的不想坐牢。故意伤害罪，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温阿姨，你放心吧，沈氏集团的律师团队是业内顶级，一定会按照最高标准执行。10年？当然了，你贪污了我沈家1个亿，数罪并罚，只会比10年更多。不行，等出来以后，我都老了，我还怎么和明川在一起？明川，我求求你不要追责，我不想坐牢。这都是你罪有应得。温楚仪，信不信没有秦韵，我连你和温淼一起做掉，让你们永无葬身之地。不会的，你不会这样的。明川，你之前说过你最爱我的，你要跟我结婚的，你说过的呀。和我女儿比起来，你连个屁都不是。从前是我识人不清，如今我将你看透。如果我再娶你，跟引狼入室有什么区别？我没有，我不是。沈叔叔，我肯定会让妈妈放弃嫁给您的，您就高抬贵手，不要追责了，好不好？我从小就没有爸爸，我不想再失去妈妈了。不劳你们费心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当初你跟你妈妈在舞蹈服装店的时候，同样都是施暴者。沈氏集团的律师会让你们在监狱再次相遇的。我也要坐牢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把你贿赂金武杯评委的证据发给了你们学校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公平判决的。不可能！
什么东西是不可能，只是你们一直在侥幸，没有人发现罢了。我好不容易考上舞蹈学院，我不要退学。你还真是提醒我了，我这里不仅有你贿赂评委的证据，还有你艺考作弊的人证和物证。这件事情之所以被压了下来，还多亏了你妈妈用沈家女主人的身份提供了辩护。温楚仪，你打着沈家的名号，到底做了多少坏事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是清月，无论是考学还是比赛，她取得今天的成绩，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。怎么可能？我做过的事情，他肯定也做过。沈氏家大业大，我相信他不依靠家里一点，就是说的好听点罢了。你简直满口胡言！事到如今，还让我怎么原谅你们？我说的有错吗？他沈清韵才20岁，就当上了舞蹈团的首席，不在背后搞点小动作，他凭什么？就凭我从小练武没有一丝懈怠，就凭我练武能磨破木地板，我走过的路，你永远也体会不到。以你的心态和作为，这辈子都达不到我的高度。那又怎么？反正如今你的膝盖已经伤了，我看你还怎么跳舞。够了，够了，住口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期望着沈明川能原谅你吗？他们现在摆明了就是让咱们去坐牢。那你也不能，我都要坐牢了，还被舞蹈学院退学了，我还怕什么？哼，沈清月，你不得好死！我诅咒你，这辈子都无法跳舞，最后永远站不起来。明川，妈妈她平时不是这个样子。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来人，